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学习望舌质的舌形、舌态和舌下络脉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看舌形。舌形是指舌质的形状，正常的舌形是润泽，大小适中，无点刺，无齿痕，无裂纹。异常的舌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，分别有脑舌和嫩舌、胖舌和瘦舌、点刺舌、裂纹舌和齿痕舌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种舌形变化，那就是脑舌和嫩舌。脑舌是指的舌体苍老、纹理粗糙、皱缩、舌色较暗的一种舌形。通常它是由邪气壅盛、正气未衰而导致的，因此脑舌主要见于实症的病人。而嫩舌是指的舌体娇嫩、纹理细腻、舌色较淡的一种舌形。嫩舌是由于气血不足、舌体脉络不充或阳虚运血无力、水湿内生而导致的舌嫩，色淡白，所以嫩舌主要见于虚症的病人。由于老舌和嫩舌主要来判断疾病的虚实，老舌见于实症，而嫩舌见于虚症。而至于实症到底是指的哪一种实邪，虚症到底是指的哪一种正气不足，老舌和嫩舌并不能直接判断，所以还需要综合其他的舌象，比如舌色、舌形、舌态和舌下络脉，以及胎色和胎质来共同判断。第二种舌形变化就是胖舌和瘦舌。胖舌又称为胖大舌，是指舌体比正常人大而厚、伸舌满口的一种舌形。瘦舌又称为瘦薄舌，是指舌体比正常人瘦小而薄的一种舌形。我们先来看一看胖大舌。胖大舌为什么会大呢？胖大舌的胖一定有胖的原因，它的原因就是津液输布失常、水湿停聚所导致的胖大。如果舌体胖大而舌色红，这里的红舌代表了热，胖大舌代表了水湿内停，因此红色的胖大舌通常见于脾胃湿热、痰热、内蕴的里热症。而舌体胖大、舌色淡，这里的舌淡代表了气虚阳虚，胖大舌代表了水湿内停，因此舌体胖大、舌色淡通常见于气虚或者是脾肾阳虚、津液不布的阳虚症。如果舌体肿胀、生舌满口、舌色红绛，通常见于心脾热盛、热毒上壅的病症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瘦薄舌。瘦薄舌一定有瘦小的原因，它的原因就是气血阴精不足，舌体失去濡润而出现的瘦薄。如果瘦薄伴有舌色红绛、舌干少苔或无苔，多见于阴虚火旺的病人；而瘦薄舌见于舌色淡白，多见于久病、气血两虚的病人。如何判断舌体是否瘦薄呢？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舌尖的部位是否是钝圆形的。通常来讲，正常的舌形或者是胖大舌，舌尖的部位是钝圆形的，而瘦薄舌，无论是气血不足还是阴虚火旺的瘦薄舌，都能够见到很锐利的舌尖。第三种舌形的变化就是点刺舌。点就是突出于舌面的红色或是紫红色的星点，而刺是指舌乳头，主要是指的菌状乳头，凸起如刺、摸之棘手的红色或者是黄黑色的点刺。一般来说，点和刺常常同时出现，所以我们又称为点刺舌。点刺舌多见于舌尖部。点刺舌一般只见于实热症，点刺越多，血热越重。点刺舌常见于脏腑阳热亢盛或者是血分热盛的病人。我们可以根据点刺分布在舌面的部位来判断
阳热亢盛的脏腑的部位，比如舌尖生点刺，见于心火亢盛；舌中生点刺，见于胃肠热盛；舌边生点刺，见于肝胆热盛。我们还可以通过点刺的颜色来判断气血运行情况以及病情的轻重，可见于血分热盛的实热症。比如舌红伴有点刺，多为气分热盛；点刺颜色鲜红，多为血热内盛或阴虚火旺症；而点刺绛紫，则为热入营血、气血壅滞症。第4种舌形的变化就是裂纹舌。裂纹舌是指舌面上出现各种裂纹或裂沟的一种舌形变化。裂纹舌可见于生来舌面上就有的较浅的裂纹、裂沟的先天性舌裂。这种裂纹舌，舌面一般有舌苔覆盖，并且没有明显不适的感觉，为生理性的裂纹舌，一般不属于病变状态。而如果裂纹舌舌面无苔或者是少苔，都属于病理性的裂纹舌。病理性的裂纹舌通常由于热盛或者是阴虚火旺，导致了阴液不足、血液亏虚以及津液不足，而使舌面失去濡润而出现的裂纹。比如舌红绛而裂，可见于热盛伤津、阴经耗损不能容养舌面的实热症，也可以见于阴虚、舌面失养的虚热症。舌淡白而裂，多见于血液亏虚、舌面失养的血虚症。一般来讲，无论是阴虚、血虚还是津液不足，因为舌体失养不仅会导致舌裂，通常会伴随舌体受薄，所以无论舌红绛而裂还是淡白而裂，通常舌形会同时伴有受薄舌。但是也有特殊情况，就是舌淡白而裂伴有胖嫩，以及舌边有齿痕，这是脾虚失禁所导致的。这是由于脾阳虚、水湿内停而出现舌淡白而胖嫩，有齿痕，但是内停的水湿并不能容养舌面，因而出现裂纹。第5种舌形的变化就是齿痕舌。齿痕舌是舌体边缘有牙齿压迫的痕迹。齿痕舌多见于脾虚或水湿内盛症。舌边的齿痕多因舌体胖大而受牙齿的挤压所导致的，因此齿痕舌常与胖大舌同时出现。这种舌淡胖大而润，舌边有齿痕者，都属于寒湿壅盛或阳虚水湿内停；而舌质淡红、舌边有齿痕者，都为脾虚或者是气虚。另外，因为口腔的问题，比如缺牙或者是镶牙而导致的齿痕，不属于病变状态。以上是舌形的变化，包括有恼嫩、胖瘦、点刺、齿痕、裂纹等等变化。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